何二，怎么是你啊？包公子，哎呦，我总算等着你了！你要再不来，这辈子就见不到我了呀！你把他给杀了？我，是他先杀我的。啊，他一上来就和我玩瓮中捉鳖，我若不拿石头砸他，我连王八羔子都甭做了。包公子，你说我怎么就成小王八精了？哎，得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这话你问他去吧。他没死啊？所幸你未伤其性命。我们还是先带他离开吧，我总觉得这里让人心神不安。说的是，仿佛有什么对我们虎视眈眈。也好，亏得我胆大哈，换上个惜命的呀，准把他撇着不管了。哎呦，等他醒了，客栈早晚要被他剥秃了皮了。无论是偶然还是必然，匿名信终将不会迟到。既然未曾迟到，偶然亦是必然。然而，谁又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？信？什么信啊？先不说信，和儿，我问你，这地窖是为何所用？这熔炉又为何在此？这个胡掌柜他瞒得忒紧，从没告诉过我，我也是误打误撞才发现这儿的。包了个小心。包大哥，包大哥，包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闹了半天，这瓮里还真藏着个王八呢。包公子，您可要替我沉冤昭雪啊！你这鳖孙竟敢在此装神做鬼，暗害于人，我展某必要报了你的原形。上官将军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你们这帮小兔崽子！哎，半日不见，可真当刮目相看了。学生拜见将军，我等无心冲撞将军，只是一时情急，无知者无畏。哼，岂止无知者无畏，简直是无畏者无天！本将军都成了这俩二愣子的鳖孙子了。你们倒好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学生知罪，我等不慎潜入地窖，却未想将军竟在此。您为何会被置身于熔炉之中？还不是那个狼心狗肺的胡咧咧！这逆贼一见自己凶手的身份败露，便将本将军诓入这熔炉中。待我出去，若不扒他3层皮，本将军就是他奶奶的上官鳖！对了，那胡咧咧呢？胡将军，胡掌柜已经死了。什么？胡咧咧死了？是，将军。第3支迷迭香燃尽之时，胡掌柜便已扑尸于酒窖之中。不知将军为何断定胡掌柜就是幕后真凶？
自打胡烈烈坏了脑子，本将军就怀疑他憋着一肚子的坏水。果不其然，不多时，他便鬼鬼溜溜地钻入酒窖，行起见不得人的暧昧之事。什么暧昧之事？他在与某人给此地做船儿。您的意思是，胡掌柜对客栈图谋不轨？不止如此，听他所言，他像是要将众人斩尽杀绝，喋血血魂林。放心，等干完这一票，我们就老死不相往来。你接着销声匿迹，我呢继续杀人如麻。这些年，但凡绝迹于此者，别说是活人逃不出去，就是死尸化成了灰，都甭想飘出这血魂林。魏丞相，那个胡掌柜竟还是个嗜血狂魔。你们开的到底是客栈还是坟场啊？嗨，咱都是1个月里的初来乍到，你问我，我还想问掌柜的呢。我一个天真无邪的客人，怎么就成了他的帮凶了？那将军您可知，胡掌柜与谁在密谈？我还未见到那人，胡烈烈的狗鼻子就嗅出了异味，他便将本将军引入了地窖之中。胡烈烈，给本将军出来！胡烈烈，实在是气煞我也。不过我听见胡烈烈好像提过2个字：观音。观音？难道此人是与佛门有关？信佛之人自应是一心向善、慈悲为怀，才不会如此心狠手辣、为非作歹。无论这2字是何意，多与杀手身份有关。不如我们先回客栈，再从长计议，以便尽快找出此人。好，行，那就别磨蹭了，快走吧。不好！黄风杖，什么风？什么杖？黄风杖，乃震脑毒杖，万不可沾之。
包公子，你可得快想想辙呀！我还没来得及写书和娶媳妇呢，我可不能死在这儿啊！你个疯祖宗，你可害死我了！到了阴曹地府，我也得拉着你到阎王爷那儿评评理去。你给我闭嘴！一个大男人哭唧唧的不像话，娘们儿都比你像个爷们儿。黄风杖应自九教而来，此时此刻，究竟是谁正在暗害我们？包大哥，这里有山门。走走。此门怪异，极有可能通往另一方出口。这门隙中怎么有支童药？这药膏好生怪异，为何会被夹在门缝里啊？黄风杖来了，我们快走吧。走，快！此路居然通往客栈内部。好一个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啊！原来玄机在此啊！人巴望着能走出这血魂林呢，哼，害人白高兴一场。你自己走了几步路，心里就没点数？哎，我身上背着这么个祖宗，累得我只剩一口气数了。您无重一身轻，可不是心中有数。谁知道你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人家一心追着你跑，你好地方不见，偏偏往地缝里钻。哎，何兄弟，还劳烦你把沈公子带回房间，之后你也可以回房歇息歇息。还是包公子心疼我，咱俩都这关系了，你以后叫我二二就成。走了，走，祖宗！哎呦，包公子，我先走了啊！你们小心。二，他听着怎么就那么二呢？一天到晚不安分，再看眼珠子给你抠出来！不是，还安不安分了？哎呦，孟老板，你夫人好生呀！哎呀，光天化日搔首弄姿，专门勾引有妇之夫的狐狸精。呸！我呢，在这大堂与人说几句话，坦坦荡荡，可不比孟夫人专门半夜往汉子屋里头钻。哎呀，这春去秋来，有些人头顶上的草都不知道绿了几茬了。你可别丢人现眼了！孟大浩，他说的不对吧？这贱人刚挑拨几句你就敢疑我，我跟你没完！你够了！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！孟大浩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嫁给你一个满嘴谎言的骗子，吃了多少苦？你自己没憋好聘，你哪来的脸跟我大呼小喝的？哎，慢着！
你方才说什么？将军，小民其实是卖假剂的，不过刚到客栈时，小民见到美人儿，便一时忘形，就顺嘴说了自己是开脂粉铺子的。果然是个假身份，怪不得连胭脂和香膏都分不清。在下无意冒犯，请问孟夫人，昨天半夜您扮成媚丹峰的样子前往胡掌柜的房间，是为何事？看你平时道貌岸然的，没想到你肚子里尽是歪歪肠子。这个贱人前脚棒我，你后脚也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，我不活了我！孟夫人先不必急着寻死，您若不是凶手，待迷迭香一支支燃尽后，您自然会在劫难逃。你假扮媚丹峰私会胡掌柜，是我亲眼所见。你俩说的扯皮话，咱可听得一字不差，是不是阿伦姐姐？我知道你是谁，虽然你换了张皮，但我知道那就是你。非常之时，故有非常之问。至于是屎盆子还是话匣子，全凭孟夫人您自己做主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要么老实交代，要么直接与凶手论斩。说，小民都说。回将军，那姓胡的拿我夫人与媚丹峰相似之事恐吓勒索，实在可恨，所以我们才会想以牙还牙，吓唬吓唬他。万万没想到，我夫人就抄着我能耐，根本上不了台面，连个鬼都不会扮。没几下就被那胡咧咧给看穿了，最后我们只好作罢。你们要是心里没鬼，就算长得像又如何？怎能恐吓到你们？将军，我们都是升斗小民，那媚丹峰连杀2人，已经把我们吓破胆了。我们生怕和他沾上一星半点关系。那姓胡的定是看准这点，才敲诈我们。当真如此？是这么回事。回回都是你们2个不安分。给我滚回房间去！没有本将军的命令，不许出来。那个人有3急，要是想滚！哎，快走，快点！不愧是8贤王赏识的人呢，果然沉得住气，不声不响的，早已憋了1腔的闷雷啊！将军言重了，学生胸中无雷，只有漂把水的茫茫雨。说你白，你倒是自黑起来了。放心，你都已经黑得挺透彻了。方才教中脱险，多亏你等出手相救。时下正是升官死节，你们这番急人之忧，既是难得，便不能辜负。现在，本将军允你共查此案，疑人不诱，用人不疑。你可切莫辜负了本将军对你的厚望。多谢将军信任，学生定不负使命。如此甚好。还好沈公子受的只是皮外伤，不然又要白白搭上一条性命。话虽如此，但他内毒未散，仍是生死难测。你们说，凶手的下一个目标会不会就是沈寒？毕竟这封匿名信是在他受袭时出现的地窖里的。可是凶手怎会预见我们将深入地窖？何二，若不是他引沈寒入窖，我们何至于那般进退狼狈？沈寒又何至于性命垂危呢？有道理，他极有可能在打晕沈寒之后，将这封匿名信置于熔炉之上。而且据上官将军回忆，胡掌柜与密谈者朋比为奸，私交甚笃。整个客栈除了何二与清明，其他人和胡掌柜皆是素不相识。阿伦姐姐说的是，他潜心立志当小二，却放着通读大义的酒楼不缺，偏要来这鸟不拉屎的小客栈。说句不好听的，
他要么是缺心眼儿，要么就是有歪心思。包大哥，你认为呢？如果何二是凶手，那黄风杖是为谁操纵？观音一词作何解释？孟氏夫妇的说辞中又有几分真几分假？上官将军是否绝对可以信赖？他突然差遣我们调查此案，是否另存目的？还有，这熔炉中的白灰又从何而来？这不是上官毕业飞出熔炉后抖落的灰尘吗？哼，只怕它不是普通的灰尘，而是骨灰。骨灰？胡掌柜曾经说过，但凡从客栈失踪的人，纵是化成灰，也飘不出血魂灵。那时我便猜想，地窖中的熔炉，可能正是胡掌柜的焚尸炉吧。焚尸炉。胡掌柜在无极客栈暗行作奸犯科之时，再将受害者归咎于因进入血魂林而有去无回。我想，袁大人应该也已是遭了胡掌柜的暗算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胡掌柜歹毒至此，活该自食其果。匿名信一事多时，我们该从何处下手？酒窖，先去查清黄风杖究竟出自谁手。好。我在大堂盯住迷迭香，本少侠倒要看看那兽嘴里还能吐出什么幺蛾子。几位客官，饭菜即刻准备就绪，诸位可在楼下等候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张罗晚饭？何儿呢？他说要忙回件大事，叮嘱我别打扰他，还说什么要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他这人怎么猴里吧唧的，一刻也闲不住，连说话也要带几分嘚瑟。何止几分嘚瑟呀，我听着倒像是充满了威胁。展昭，你在这等候开饭，我和阿软出去一趟，随后就来。好。地窖烽烟弥漫，酒窖却情状如旧。看来这位神秘来客，倒是留了一手。黄风杖虽有震倒失忆之效，但并不会置人于死地，可见此人留了不止一手。港口已被密闭，此人剑疾屡疾。不是蓄谋已久，也是心意已决。当时在客栈的人，除了水衣母女，便是孟氏夫妇，还有江玉湖和清明。到底谁才是那个案件中人呢？无论是谁，希望我们能寻到一点蛛丝马迹。镖，嘿，小青瓜怎么落单了？那两个老蔫瓜呢？瓜又听不懂人话。你不去问卖瓜的老王，何必问瓜呢？听不懂还回答得滚瓜流水，你呀，虽有脑瓜，却也是个呆瓜。哎，这童药倒是稀罕，从哪儿觅来的？
包大哥先前还担心你惊魂未定，如今看来他就是个傻瓜。原来你们之中唯他一人担心呢。可不是，他嘴上不说，心里可在意。若不是提防我贼心不死，你那包大哥也不会在意吧？你们山下人的心眼儿，这是比锁眼儿还细。本来心上没锁，偏要变成无药可起。虽说你趟的不是什么正经路子，但包大哥从未看不起你。我知道锁眼在哪儿了，真的。随我来。看，锁眼就隐于这方浮雕中。若不是之前我在客栈里寻绳子，我也不曾注意。这雕画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，藏秘与否，其所便知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迷迭香还是出现了。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。夫人，逃不掉了，逃不掉了！闭上那破嘴！说，是不是你们两个干的？钥是我插的，锁是我开的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都是我干的。混丫头，傻不傻呀你？不，此事是我起的头，理应我负守责。哎呦，这会子两人还以礼相待上了，你们到底是成英雄还是成凶手呢？厉害呀！二人同心，齐力开锁，活生生的都把毒箱开出来了。什么锁？问的是，锁在何处？随我来。咱们也看看去。就是这里。说话还听见没？墙内暗设机关，锁孔定是通往前方兽头。怪我太蠢，反做了凶手的幺蛾子。蠢的是我，深究故要，却未想锁住的正是凶手的圈套。急则有失，怒中无智，你们怎能一点防备都没有？他们是无心之过，又不是有意为之，公子何必得理不饶人？你们接二连三的马后炮，一炮更比一炮响。大胆！你竟敢暗指本将军放马后炮！哎呀，此刻已是性命关天了，我还有什么不敢说的？你说白了，大家都是半斤八两，不然怎么会在血魂铃上栽筋斗？如您所言，一炷香内又要多一个人命跟头了。
青天在上，大道苍茫，怀一份信念，志在四方。说少年轻狂，却偏爱去闯，一路妖魔，又能怎样？揭开迷离的真相，盘根错节的过往，断案何须要公堂？铁面丹心也有儿女情长，曲折离奇，我便步步推理，难情难断，我有清醒逻辑。朗朗乾坤，狂争着朝纲，不负权贵势力纲常。花花世界，无欲则刚，却是大抱不平少年郎。